大家好，我是山小妮儿。最近发现家里的蛋糕粉，也就是低筋粉快过期了，但是我平时做蛋糕非常少，我就想能不能用它来做面包呢？ No， 低筋粉不能做面包。一个声音跟我说。其实去年有一阵市场上面粉供应紧张，我就用中筋粉做过好几次欧包，效果没有想象中那么差。有这个想法的时候，我刚好看到关注的一个欧包博主已经做了一个很详细的实验，用低筋粉做的欧包非常的鼓舞人心。但可以肯定的是，同为低筋粉，不同的品牌特性也一定是有区别的。那我也来自己试一试吧。先给大家看一下我用的低筋粉，蛋白质含量约为 7%。这款面粉是经过漂白的蛋糕专用粉，粉质特别白，而且很细腻。除了这款蛋糕粉，我家里还有法国 T45 面粉，这款面粉的蛋白质含量是 8.4%。按照我过去的理解，它应该算是低筋粉吧。我今天也想用 T45 面粉和蛋糕粉做2个面包看一下，同时也想提出一个问题：蛋白质含量低的面粉筋度就一定低吗？而这个问题自然也会延伸到另外一个问题，那就是做面包用低筋粉可以吗？这2个面包所用的酵头都是我日常喂养的天然酵种，高粉加黑麦粉9:1的比例。在制作方法上，基本上也沿用我日常做欧包的方法，但浸泡时间都缩短至20到30分钟。另外一个重要的变化是，我把含水量降低到了 65% 到 70%。先来用蛋糕粉，也就是蛋白质含量为 7% 的低筋粉来制作一个欧包。面粉加入水以后，只是聚合成团，橡皮泥一样的质感。浸泡20分钟以后，看一下，就是这样一扯就断，完全没什么筋性。这时候加入活跃的酵头混匀，静置30分钟。然后加入盐，再次静置。这个面团我做了3次折叠，可以看到，无论我怎么折叠，它都无法变得光滑，和平时用高筋粉或者中筋粉做的面团差距非常大。做到这时候，我觉得用蛋糕粉来做面包真是浪费呀。但我看到另外一个欧包博主用蛋糕粉做的欧包完全不是这个样子，于是硬着头皮把它整形了。第2天继续把它烤出来。出炉啦！面包出炉以后噼里啪啦的响了半天，可以看到外壳已经都开裂了。首先从外观上来看，它的体积并没有长大很多，裂口的形态非常的粗糙不规则，也可以看出面筋对面包的影响。外壳特别硬且厚，而且暗淡无光。切开来看看，组织密实的不一般呢，真的挺像蛋糕的内部组织的。闻了闻，味道也不香。尝尝看，我只能说这是第一个面包让我有想扔的冲动。我做过很多失败的面包，发酵不足的，发酵过度成大饼的，但说实话都不难吃。我的结论就是，我不会再用这款蛋糕粉做面包了。当然不是所有的蛋糕粉都不能做面包，面粉的差异真的是太大了。好了，现在来用法国 T45 面粉再做一个。受到上一个面包的打击，这个面团我采用了极简的制作方式，也就是一开始把所有的材料都混合，然后静置半个小时，每隔45分钟进行1次折叠，共做了3次折叠。从折叠的手感来说， T45 面粉比较粘手，但它的延展性非常好，比蛋糕粉那个明显的感觉不一样，能感到面团的筋性和力度。经过3次折叠以后，它至少也是非常光滑的面团。和我们比较熟知的面粉分类方法不同，法国面粉不大以蛋白质的含量来定义面粉，而是以灰粉的比例含量来命名的。灰粉就是小麦粉完全燃烧以后的灰烬，主要是指小麦的矿物质成分。其实只要知道灰粉的含量越高，面粉的精致程度就越低，颜色也就越深，矿物质含量越多，麦香也就会更加浓郁。可以看到 T45 面粉非常白，
主发酵结束以后，依然放入冰箱进行最终的冷藏发酵。第二天早上取出面团割包烤制，因为含水量不高，面团比较紧实。出炉啦，怎么样？如果我不说，你会相信这是一个用蛋白质含量只有 8.4% 的面粉做的欧包吗？这是一个发酵很充分的面包，色泽金黄，比上一个蛋糕粉的要好很多。虽然还是不如我日常用高筋粉做的欧包膨发的那么狂放，但还是挺含蓄可爱的。外壳依然还是有点硬，切开看一下，内部组织也不错。我之前还做过一个 T45 的欧包，发酵欠缺了一些，内部组织就是这样子的。味道上也是可以接受的，有一点像烧饼的外壳口感，干且硬。这里想多说一下 T45 面粉，在包装上他说自己是一款通用面粉。据我的了解， T45 面粉通常是用来做点心，比如法式甜点布里欧修等甜面包。可见它虽然蛋白质含量低，但并不是通常意义的低筋粉。有一种说法是 T45 面粉是法国面粉里筋度最高的面粉。第一次听到这样的说法，我还有点不理解，毕竟在我的家庭烘焙体验中，用到的面粉种类品牌都还是很有限的。但有一点可以说明，蛋白质的含量并不等同于面筋，因为形成面筋的蛋白质只是面粉蛋白质中的2种，也就是我们常说的麦胶蛋白和麦谷蛋白，而成分表里标明的是蛋白质的总和。所以比如这款 T45 面粉，虽然蛋白质含量只有 8.4%， 但我们也不能说它的面筋就一定很低。此外，法国面粉也有自己的特点，筋度是一个相对的概念，比如北美的面粉筋度特别大，我觉得是弹性特别大，但是延展性就会欠缺一些。我做欧包的时候，用北美的高筋粉都会选择长时间的浸泡，而用法国的 T65 面粉浸泡时间就大大缩短。所以筋度这个概念其实应该包括面粉使用中的弹性和延展性2个维度。比如这次用 T45 这个面团，明显的能感到延展性相对比较好。最后来简单的总结一下，蛋糕粉和 T45 面粉两者比较，我当然会投 T45 一票。无论是制作手感、面包的外观和内部组织都更好一些，但是从最重要的味道这个角度而言，两者我都不推荐，3个字就是不好吃。味道寡淡不香，即使用天然酵种长时间发酵，也无法唤醒小麦本身的香味儿。做面包其实可以选择的面粉种类非常多，不同的搭配组合会给你带来很多惊喜。以后我也会分享更多不同品种面粉的使用心得，欢迎给我留言，关注我的频道，下次见。